就算你明年賺的錢比今年更多，但你明年卻比今年更窮，那有意義嗎？你現在必須要問一下自己了，每一次美國印錢的時候，你有分到錢嗎？如果全世界的錢瞬間變多的時候，而你的手上卻分不到這些新印出來的錢，那你是不是就變窮了？就是你很厲害，你的工作可以讓你明年比今年多賺100塊，但就因為美國印錢了，無數人手上卻多了1000塊，而你只是多了100塊，所以你手上的錢雖然變多了，但是你相比其他人，你卻變窮了。也就是說，每一次印錢，你什麼都不用做，你不需要花錢消費，你也不需要被騙，錢也不但沒有離開你的錢包，反而因為你的工作越努力而變得更多。但是只要你分不到這些錢，你都還是會變窮，這能不能理解呢？也就是說，印錢就是稀釋財富的時機，你的財富沒有被稀釋掉，別人的財富被稀釋掉，那你就比別人有錢了。而今天就是告訴你，距離大印錢的時代已經不遠了。2026年，你真的準備好了嗎？大家好，我是草迪生。一個國家印的錢越多，那個國家的錢就會不值錢，對吧？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美國印錢是美國的事，美元不值錢是美國人的事，關我什麼事呢？那我們直接看一下這張圖，這藍色的線如果往上漲了，就是代表美國印的錢越來越多嘛。而我們是不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到，以前美聯儲呢是不怎麼印錢的，但自從08年金融危機還有20年疫情之後，美聯儲這個印鈔機的速度直接翻了幾倍。所以按道理來說呢，美元現在是不是已經變廢紙了？然後你就會發現，1美元還可以換155塊的日元，7塊的人民幣，還有4塊的馬幣。再簡單點呢，美元的價值依然是日元的155倍，人民幣的7倍，馬幣的4倍。也就是說，就算美國再怎麼印錢了，美元還是比全世界大部分的錢都值錢。為什麼？因為這個世界印錢的不只是美國，其實全世界都在印錢，甚至印的比美國更狠。什麼意思呢？一個3歲的小孩，他穿的衣服呢，確實不需要太多的布料了。但是今天他18歲了，你總不能還給他穿3歲的衣服，對吧？那經濟也一樣的，如果 GDP 從1萬億長大到了2萬億，但市場上的錢卻還是只有1萬億，那會發生什麼呢？就會通縮嘛。今天你做出來的產品越來越多，但市場上的錢卻不夠去買你的產品。再簡單點，就是你賣的東西賣不出去了，那你就只能倒閉裁員了，然後就崩盤了。所以小孩越大，衣服呢就要越大，經濟越大呢，錢也要越多的，不然就會被勒得很緊，喘不過氣。而08年的時候呢，美國的 GDP 只有14萬億，現在美國的 GDP 呢是28萬億，直接翻了1倍。那難道美國就不能印錢了嗎？所以第一，我們必須要意識到一件事，印錢它不僅僅是美國的事，只要一個國家它的經濟越來越好，那它就必須要印錢。中國內地呢，它印錢，日本也印錢，歐洲也印錢。也就是說，如果你覺得你住的國家經濟會越來越好呢，那你就要必須做好一個心理準備了，就是你的國家是一定會去印錢了，而且每一次印錢之後呢，你之前賺回來的錢就會變得不值錢了。所以美國印錢不但是跟你有關，而且你比美國人更有關。為什麼呢？因為每一次美國印錢之後，全世界不但會跟着印錢，而且印的還會比美國多啊。什麼意思呢？一個國家印錢狠不狠呢？看的不是它印了多少錢，而是看它印出來的錢佔 GDP 多不多。就好像看一個人的酒量啊，你不能說這個人喝了5杯啤酒，他就很厲害了。如果他這個人呢，體重是100kg，這5瓶對他來說呢，可能只是微醺而已。但如果這個人他的體重只有50kg，那他喝了這5瓶酒呢，就已經足夠讓他醉得不省人事了。所以看一個人能不能喝呢，不能只看他喝了多少，還要去看他的體重。同樣的道理，印錢不能只看一個國家印了多少錢，還要去看他的 GDP。我們可以看得到，美國雖然在08年跟20年開始暴力的去印錢，但就算印到現在呢，美國印的錢才佔它的 GDP 21%。那歐洲呢，08年跟20年之後呢，它也是跟着美國暴力的去印錢了。印到現在佔了它的 GDP 40%左右。日本呢更誇張了，也是在08-20年呢跟着美國一起暴力印錢了，印到現在佔了它的 GDP 105%啊。
就算是中國內地，08年之後，它印錢佔比 GDP 越來越少了，但現在也有35%左右。也就是說，在印錢這個大賽裡面呢，美國印錢的相對力度還比不上日本、歐洲還有中國啊。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後呢，美聯儲印完錢，歐洲、日本他們印錢的力度都相對美國大很多的。也就是說，美國雖然是印錢了，但只要讓其他國家印的比他自己美國更厲害，那美元就可以依然很值錢。那麼現在就是告訴你，美聯儲已經不斷的降息了，而且還停止縮表，停止在市場上把錢抽走了。它下一步距離要擴表印錢了，已經不遠了。什麼意思呢？最重要的是，一旦它要印錢了，你家印的錢還會比它更狠啊。那這還跟你無關嗎？如果你不想要成為這一次的犧牲品，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階層的話，那麼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因為你預期我後續會給你更多的資訊。而如果你怕自己聽完以後就忘了，等於浪費你的時間了，那麼你可以為這部影片點讚，這樣影片就會自動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裡面，讓你隨時可以回來跟着去做。還有最近很多不法分子冒充我的名字去進行詐騙，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這個警告。首先，美聯儲是不是從去年就開始降息了？降到了現在，降了5次的息，把利息降到了 3.75%， 对吧？然後呢，就發生了一件歷史以來最恐怖的事。這張圖呢，是美國刷信用卡要還錢的利息。你會發現，無論是00年的互聯網泡沫、08年的金融危機，還是疫情剛爆發的時候，這利息最高呢，也就衝到了 16% 左右。也就是說 16% 的利息呢，就是一個歷史以來最高的壓力位了。只要利息漲到 16%， 它就會掉頭跌下來了。但是今天這個信用卡的利息呢，已經衝到了 21% 以上了。這代表什麼呢？代表現在美國的銀行正在向大部分的普通人放了一筆 21% 的合法高利貸了。那問題就來了，美聯儲不是降息了嗎？為什麼普通人卻要去借高利貸呢？你這樣理解啊，今天我銀行想要去做生意嘛，我沒有錢了，我就需要去找其他的銀行或者是美聯儲去借錢，而我借錢的利息呢，現在是降了5次，就是 3.75% 嘛。那麼當我去找美聯儲用 3.75% 的利息把錢借了回來之後呢，我就會去做放貸的生意嘛，而信用卡呢，就是我其中一個最大的放貸生意。所以現在信用卡的這個 21% 的利息呢，就是我銀行自己去定的。再簡單點呢，就是我銀行找美聯儲進貨，進貨的成本呢就是 3.75%， 而我把貨賣給客戶的時候呢，售價就是 21%。也就是說，現在銀行去找美聯儲進貨借錢的成本變低了，但是他把錢賣給客戶的利息呢卻變貴了。不僅是信用卡，還有上一集所說的房貸的利息呢，也漲到了 6% 了。也就是說，現在美聯儲確實是降息了，還降了5次。但是美國人不管是買房還是平時買衣服、喝酒的消費，他們借錢的利息呢，反而都是瞬間暴漲的。為什麼呢？別急啊，我們再去看看9月份的非農就業數據，還有失業率，你就會發現，就業的人數雖然只有 11.9 萬人，比過去都差的，但是它卻比前幾個月都多了很多嘛。而另一方面呢，失業率卻漲到了4年以來最高的 4.4%， 這什麼意思呢？聽起來很矛盾嘛，就是新增的工作變得很多了，但同時失業的人呢也變得很多了。那只有2種可能嘛，第一呢，就是其中一個數據造假了，但不管是就業數據還是失業的数據造假，這2項數據呢，其實造假了之後都不太好的，都是證明了美國現在失去工作的人比過去幾年多的。第二種可能呢，就是华爾街日報所說的，現在大企業都在裁員了，所以失業率就高了。那這些被解雇的人呢，找不到全職的工作，所以就只能去做兼職了，一個人去打4-5份兼職，所以那些低薪的工作呢，就變得很多了。這就可以去解釋失業的人變多，工作呢也變多的原因了，也是為什麼銀行會放高利貸給普通人的原因了。因為銀行知道你們這些人失業了，沒錢了，就要靠信用卡借錢來生活了，所以銀行就會覺得你還不起錢的風險在飆升了。那麼為了補償你未來可能還不起錢的風險呢，
我銀行就會把利息提高嘛。還有呢，既然你平時都只能靠信用卡來去付你日常的開銷了，那這就說明了你已經彈盡糧絕了嘛。這個時候我要你付再貴的利息，你不借也得借。那為什麼我不把這個價格定得高一點呢？信用卡一直以來呢，都是我們銀行的超級利潤奶牛。像過去大家都有工作了啊，你們的收入都很穩定了，你們都不會找我們銀行借錢的時候呢，我們只能用很低的利息去吸引你們借信用卡的。那現在美國人三餐不穩了，變得更窮的時候呢，我們銀行要做的當然不是降價把錢借給你去救你了，去幫你周轉度過難關了，反而是應該放高利貸給你。這個時候反而是我們賺錢最快的時候了，對吧？所以你就會發現經濟差的時候呢，這種高利貸就會出現了。再直白一點，就是趁火打劫嘛。你失業了，沒有錢了，銀行認為你的風險高了，所以就會大幅度提升你信用卡借錢的利息，你就要被迫用21%的利息去借錢維持生計。你欠下來的錢呢，就會不斷的利滾利，然後你就會變得越來越窮，然後銀行呢又覺得你的風險更高了，就繼續給你加利息。也就是說，無論美聯儲它降了多少的利息呢，都只會是往無底洞裡面倒水了。這些錢都是流不到這些普通人的手上了，反而只會提升了銀行的利潤。再簡單一點呢，美聯儲現在降息之後呢，不但刺激不了經濟，反而是讓更多的人變得更窮了。而美國的經濟命脈呢，就是靠這些變窮的人去消費的。消費是佔了美國 GDP 70%的。當他們消費都是靠借高利貸的時候呢，一旦他們還不起錢，你覺得會發生什麼呢？而更重要的問題又來了，為什麼現在高利貸會比過去任何一次的金融危機的時候都還要高了呢？那這就不僅是趁火打劫了，而是銀行自己也響起了警報。20年疫情的時候呢，銀行就出現了流動性危機了。簡單來說呢，就是銀行自己都沒錢了，所以美聯儲就偷偷設定了一個終極的武器，叫做 SRF。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美聯儲為銀行開的一個24小時緊急的當鋪。如果你銀行實在走投無路了，你可以隨時拿手上的美債去這個當鋪直接換成現金，而利息呢是固定的，而這是一個最後的保命通道了，就防止再次出現20年那樣的崩盤。而這個當鋪設計了3年以來呢，幾乎是沒有銀行用過的。為什麼呢？因為哪一家銀行敢去用呢，就等同於跟全世界承認自己撐不住了，需要靠這個央行救急了。所以不到最後一刻呢，是沒有人會去用的。但就最近2個月，這個一直沒人用的緊急當鋪呢，突然間就開始排隊了。9月的時候呢，就有銀行悄悄去用它。到了10月、11月，美國的銀行就瘋狂的當資產換現金了。加上前幾期都講過了，銀行的存款準備金都跌到了紅線了。美聯儲的隔夜逆回購呢，都已經快沒了。就是本來是救命的時候才會用的錢，現在都已經用光了。這就已經可以說明，現在銀行手上的錢也不多了，所以他借錢給普通人，而且是沒了工作，要靠打4-5份兼職的普通人，靠信用卡續命的普通人，利息當然就要高了。所以美聯儲現在確實是降息了，讓銀行借錢的成本變低了，但銀行還是借不到錢嘛。就好像我們做生意了，進貨的成本是變低了，但是沒有貨賣給我們了，我們手上的貨都沒有了，那賣給客戶的貨當然就是要貴一點了。也就是說，降息降到了現在，都解決不了銀行手上沒有錢的問題，因為解決的方法呢，只有跟08年還有20年一樣，就是直接擴表印錢，然後把錢送到銀行的手上。所以現在的美聯儲已經停止縮表了，下一步擴表印錢其實就是2026的事情。那為什麼一些掃地的賣菜的阿姨，她們手上都有幾套房呢？你覺得她們都是靠賣菜跟掃地賺回來的錢嗎？可能你讀的書比她們還要多，但你賺的錢省吃儉喝下來呢，不要說一套好一點的房子了，連一個廁所都買不起。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每一次美國印錢的時候，這些阿姨都能夠分到新印出來的錢，而你沒有，所以你的財富呢就被稀釋了，你的錢呢就被無形的轉移到他們的錢包裡面去了，是不是這樣的？他們本來的收入可能是比你低的，但無所謂，因為反正到最後呢，都是你幫他賺錢的，你賺到的錢都要分給他了，因為他們把錢都拿去投資了。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想啊，他們都只是幸運罷了。因為你在 IG 看到身邊在玩股票、玩比特幣、玩黃金的人啊，
全都在虧錢了，對吧？我告訴你呢，這是因為大部分的人並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玩一個輸多贏少的遊戲。在股市裡面有3/4的時間都是讓你很難賺錢，甚至是虧錢了。他們並不知道選對一隻暴漲的股票，跟我們有沒有學習過金融學，會不會看財報，用不用長時間盯盤等等，一點關係都沒有的。而是你需要像開賭場一樣，玩一個輸就輸1塊，贏就賺1個億的長期獲利遊戲。那麼如果你想要擺脫上班的無限輪迴，如果你希望成為我的弟子，學習投資股票、黃金、比特幣的自動交易系統，我花了3個月把整套系統全部塞進了投資改命培訓營裡面。今天你不需要付$400，甚至你不用付1塊錢，只要你是我的粉絲，你真的想要在市場活下去，我直接送給你，算是一場公益課。但壞消息就是名額是非常有限，因為有限流，所以趕快點擊描述上的第一條鏈接，立刻去鎖定你的位置，不要等到印錢了，你的財富被稀釋了，你才會想起曾經有這個名額放在你的面前了。那麼重中之重就來了，美聯儲如果印錢的話，布局什麼資產可以分到錢呢？各位，如果到印錢的那一刻才去布局的話，那一切都太晚了，所有的資產都已經被推得很高了，因為我們都已經提前布局了，而且在選擇資產的時候呢，我們選的都是在牛市裡面的資產，簡單來說都是大漲小回的，這樣我們就不會那麼容易需要被止損或是止盈了。比如說白銀，今年6月的时候呢，我把大部分在黄金賺到的錢轉移到白銀上面，那這些都是有影片為證，不能造假了。因為白銀它突破了之前一直沒有辦法突破的壓力線，也就是藍色的那一條線，34塊美金左右。而我買入之後呢，它就漲了上去了，而我呢就一直拿着，因為我把止損定在我的買入價，也就是34塊左右。如果白銀跌破了34塊，我就會自動的賣出，這樣呢我就沒有任何的虧損，白白的去玩這場遊戲，保住了我在黃金那邊賺回來的錢。而它呢，自從我買了之後呢，就都是大漲小回了，漲的時間比跌的時間更多了，這就是牛市的表現。而我就拿着什麼都不用做，每天它就自己幫我賺錢了。所以前段時間我也沒有什麼好跟大家分享的，直到今年10月，它漲到了54塊，也就是綠色的那一條壓力線的時候呢，它突然間就開始往下跌了，而且那幾天有一天就跌超過了8%。所以我的策略呢，就是保住自己一部分的利潤，我就賣掉了1半的白銀，鎖定了這接近1倍的利潤，其餘的1半呢，我就繼續的拿着，因為這最起碼我不會讓我這場遊戲白玩，我已經把1半的利潤賺走了。而後面呢，白銀在調整了之後，它又重新的突破54塊那條壓力線，而我就把之前賣掉的白銀都買了回來。然後白銀它漲到59塊，也就是紫色線的時候呢，就出現了我們系統的一個最佳買入時機。所以在它突破59塊壓力線的時候呢，我自己再加倉了，多買了白銀。相对來說呢，黃金就沒有白銀漲得那麼好了。我在10月，也就是粉紅色那條壓力線止盈一部分之後呢，到現在都沒有找到時機可以買回來。但是黃金依然是我們在關注的資產，因為雖然有一些利空黃金的消息出現了，比如說俄羅斯在賣黃金了，但圖表上依然沒有任何的信號去證明黃金的牛市已經結束了。而我的布局呢，都是以圖表為準的。那什麼是最佳的進場時機？為什麼我要這麼去設定這些止損跟止盈呢？為什麼我不是什麼資產都去布局，我不會去抄底，只會買在牛市的資產呢？如果你覺得投資是你一輩子遲早要學的技能，如果你想要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投資的布局，如果你還沒有走進我們投資改命培訓營的公益課，那麼你一定要趕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條鏈接去報名了。今天這部影片，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呢，也歡迎不同意見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們一起理性討論。如果你覺得有些細節你聽不懂了，我建議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因為邏輯都是環環相扣的。而時間關係呢，只能在此結束了。不過下一期你預期怎麼樣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這一句，將會是重中之重。
好了，接下來我將會在每周日8點30分繼續分享關於成為富人、企業家、投資家、達到財富自由的免費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錯過的話，我還是呼籲你訂閱我的頻道，然後打開小鈴鐺，然後無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為這部影片點讚兄弟姐妹們早日達到財富自由。只要你們能在我今天說的內容裡面找到1、2句話是有用的，能夠幫助你自己的人生過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滿意足了。好了，我們下周不見不散，拜。